又是黑我女娲大神，特妈的，人家可是人文出祖，洪荒流小说能不能有节操？等等等等，我就睡个觉，至于吗？系统提示：检测到吐槽系统正在绑定。什么玩意儿？绑定成功，吐槽就变强系统已激活。核心规则：宿主每吐槽一句，获得吐槽值，吐槽值可兑换修炼资源、功法、临时 buff 等一切物品。温馨提示：吐槽越犀利，奖励越丰厚。系统规则：1、重复吐槽同一事物收益递减；2、临时 buff 有持续时间。所以我现在是一块能逼逼的碎片。穿越就穿越，人家要么龙傲天，要么废柴逆袭，我倒好，直接变成一块玉蝶，还特么是碎的。吐槽奖励：本体修复。吐槽就能变强，这系统不给我，天理难容。兄长，此山灵气充沛，似有先天灵宝即将出世。我感应到了，品阶不低。这是……小妹，看来我们运气不错，在这里竟然还能遇上一件先天灵宝，不过好像有些残损。的确运气不错。我去，这两位谁啊？气质这么好，一看就是大佬。等会儿，女娲、伏羲，我穿越到洪荒了。不对，女娲、伏羲怎么会在这儿？哦对，洪荒时期他们还在修炼。我这不会在不周山吧？此物非同小可，既被我等发现，便是天意。兄长等我片刻，我炼化此宝，就前往紫霄宫。哎，等，他要炼化我！不行，我虽然是一块碎片，但我也是有尊严的碎片，谁要当他的法器啊？不行，我可不想当法宝，我要化形，我要成神。女娲大神，您是未来的天定圣人啊，去炼化一块碎片丢不丢人？您缺法器，您找胡军要去啊，吐槽值加他兜里宝贝20。多着呢。妹妹，怎么了？无碍，只是此物似乎有些古怪。完了，真被收了！我的自由啊，我的主角人生啊，就这么没了！我连自己有没有身体都不知道，永远当一块碎片，这还能叫活着？妹妹，紫霄宫讲道在即，该动身了。走吧。未来圣人，此子如何知晓？哎，这袖子里还挺宽敞的，就是有点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两位是要去紫霄宫听红军讲道吧？洪荒第一大盛世，可惜我变成了一块碎片，连看都看不了。妹妹，今日你话少了许多。再想一些事情。伏羲大神啊，您还不知道吧？您妹妹刚才差点把我炼化了。不过说真的，你们二位看着风光无限，可这接下来的日子……伏羲大神，您可知您日后会转世为人，困于人间不得超脱？您妹妹女娲更惨。身为圣母亲手造人，却连自己的孩子都护不住。妖魔屠戮人族时，她真身被钉在天外天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红军这个老阴货真不是东西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算计。妹妹，无事。兄长，我们走。去哪儿？先回去。妹妹，灵宝什么时候炼化都可以，不急这一时吧。不去了。什么？紫霄宫不去了。等等，什么？不去了？我就随口一说啊！别啊！紫霄宫可是有大机缘的，分宝崖上那么多灵宝，您不去怎么捞宝贝啊？吐槽值加10。完了，我可不想被炼化。女娲大神，我很有用，洪荒密室灵宝下落我都知道。比如不周山顶有株先天葫芦藤，7颗葫芦个个是先天灵宝，连藤都是。兄长，去山顶。山顶？去那里做什么？他还真的来山顶了。吐槽值加10。
竟真的有。这是顶级先天灵根，先天葫芦藤，怎么可能？我先前推演过不周山的天机，根本没有算出这里有什么先天灵物。他说的竟然是真的！我操！我操！他真找到了！女娲大神，不会真的能听到吧？吐槽值加10。看来我们运气不错，我突有感悟，觉得此处与我有缘，竟真找到了顶级先天灵根。是吗？还好，还好，我还以为真能听到我的话，吓死我了。兄长，你布阵吧，这先天灵根应该还要一段时间成熟。好。小妹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还去紫霄宫吗？不去了，兄长，有件事我想和你聊聊。好。我靠！我一块碎片也要防着，你们还是不是人？小妹，你从刚才开始就不对劲。他在说话。什么？那碎片，他在说话，我能听到。你能听到他的声音？对，我一开始也以为是错觉，但他说的那些话，不像是胡言乱语。他说了什么？他在说，兄长会死，不是寿终正寝，是被算计死的。他还说我亲手造的人族以后会被屠戮，被妖魔践踏，而我只能看着，什么都不能做。可信吗？那株葫芦藤是真的，我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。他还说别的了吗？他说紫霄宫的事，说三清、接引、准提、地聚、太一都会去，说红云让座给准提，坑了鲲鹏，日后鲲鹏报复，红云转世。这些就算要发生，应该都是未来的事。他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想去紫霄宫了。好，我陪你。喂喂，别炼化我啊！我真的很有用的。我化形后能预知未来，还能教你们这个世界没有的道，比如完美之法、神话大罗，比斩三师高级多了。洪荒是万道起源，我前世的那些知识在这里未必不能实现。兄长，紫霄宫既然不去了，那我们就论论道吧。其他世界的修炼之法吗？不知道我和兄长论道，他能不能说点？正好也可以验证一下。好，论道好，论道好，赶紧论道，到时候肯定就忘了要炼化我了。这什么修炼方法，一点都不高级，还是我的神话大罗好。天仙者开辟世界，金仙者掌时光长河，大罗者超脱岁月，这才是真正的修炼之道。吐槽值加30。妹妹，是不是他说了什么？他在说真正的道。真正的道。女娲是盘古幼咬化形，造化天成，靠自己修混元大罗，今天不好吗？非要给胡军当学生，明珠投案。可惜他听不到。多好的女娲，后来还被胡军操控天道，让纣王羞辱。混元大罗金仙，羞辱。吐槽值加30。系统提示：当前吐槽值200。提示：新手任务完成，奖励发放。任务完成了。神话天仙者，开天辟地。妹妹，
成了。这就是神话大罗？不，应该是他所说的神话天仙之境，靠自己开天辟地。居然是真的，天仙也能开天辟地，那他之前说的那些，紫霄宫不去了。的确，紫霄宫不能去了。如果真如他所说，那一位恐怕对小妹你真的不安好心。兄长，我给你护法，你也尝试吧。哈哈哈哈！我也成了。终于修复了，从碎的不能再碎的碎片，变成了一块完整的小碎片。叮，新手任务已完成，主线任务开启，获得吐槽值1000点，吐槽商城开启。这下起飞了！等等，兑换一切，最好是认真的，别给我整吐槽值加5。这紫霄宫倒是比传闻中还要气派。道友，我西方疾苦，前来艰辛，请留个位置与我师兄弟吧。准提道友，我这位置让于你。多谢道友。看什么？这位置也是你这扁毛畜生能坐的？滚下来！红云，道祖迟迟不现身，莫非在等什么人？第4个位置一直空着，也许真是在等人。有趣。见过道祖。怎么回事？女娲呢？出变数了？这是红军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红军正在挪移，临时商城开启，推荐兑换，屏蔽气息100点。我操！是红军，这是没发现女娲来抓人了。屏蔽，快屏蔽，别让红军发现我。兑换成功，屏蔽气息。我操！那家伙说的竟然是真的，这一次我没来，他竟然强行挪移我过来了。还能这么玩？红军，你是道祖还是包工头？3000年已至，今日吾将于紫霄宫讲道。道者，无形无名，生天生地，为万物之始。来了。标准的红军开场白，吐槽值加20。这套说辞我看了800遍了。这算什么大罗之道？合道？合什么道？合了天道，你就是天道的打工仔，还大罗呢？大罗是超脱，不是衣服。红军自己都没整明白大罗是啥，就来教别人。大罗者，超脱因果，不入轮回，与天地同寿，与日月同昏。与天地同寿，天地崩你也崩，这也算大罗？真正的大罗，天地崩我不崩，岁月尽我不尽。不是大罗超脱因果，是因果超脱不了大罗。哼，大罗是什么？大罗是我本身就是道，不需要合什么天道。天道是什么？天道是盘古的意志残留。你合了天道，就等于承认自己不如盘古。女娲合什么天道？她自己就是盘古的一部分。红军那套说白了就是教你当天道打工人，修到最后成天道傀儡。真正的大道是逍遥自在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天道管不着我，我也懒得管天道。这大罗还不如神话金仙呢。妹妹这是又有感悟了。
看看人家神话金仙，掌握时光长河，可以穿梭时空，降临过去未来。比起来，这洪荒大罗简直 low 爆了。吐槽值加35。小妹这是要突破了。这是啊，这股气息是时间规则，怎么会？阿弥陀佛，好强的法则之力！变数，天地不允许有变数。紫霄神雷，怎么会？这动静，天道要灭口。这是要干什么？天道要灭他。变数当除，变数。儿之道，非天道之道。大道有3000，凭什么只有你的道才是道？放肆！放肆！那无便领教天道之力。开天辟地，盘古之道，可惜你不是盘古。女娲大神，你可别死啊！你死了我怎么办？吐槽值加15。差距太大了。系统，有没有办法帮帮他？系统提示：临时生成推荐兑换，天道抗性临时，由于宿主初次兑换，兑换享受1折，售价500吐槽值，当前吐槽值500，是否兑换？兑换，立即兑换。系统提示：恭喜消耗全部吐槽值，天道抗性兑换成功。这是多谢了。这是天道之力，怎么会？难道那东西在他那里？造化玉蝶自从开天大劫碎裂，我历经1200元会收集了几乎全部的碎片，只有1块遗留洪荒。难道就在女娲身上？若是，恐怕暂时无法动她。罢了，终究不过一人，无碍大局。这是天地共鸣。女娲道友这是成道了。成道，这股气息比我们都强。恭喜女娲道友正得大道。道祖喊他道友，道祖喊他道友，那岂不是说他和道祖同辈？怎么可能？阿弥陀佛。道祖客气了。今日讲道至此，尔等且去。3000年后，贫道将开启第2次讲道。谨遵法旨。恭喜女娲道友今日成道，不知可否有幸邀道友论道？来了，女娲大神，快走！
现在只有你一个人，可保不成红军老小子会对你下手啊！道友，今日吾还有事，不若改日。既然女娲道友今日无空，那就改日吧。多谢道祖体谅。果然在他那儿吗？碎片认主了，若强夺，玉蝶必碎。罢了，3次讲道还需此物，待河道之后。还好，差点以为凉透了，红军竟然没动手。小妹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有他在，道祖不敢动我，除非他不想河道了。也对，还真是多谢了他。多谢谁啊？还不是本大爷！要不是本大爷兑换了全部吐槽值，你的好妹妹现在恐怕都被钉在混沌了。我的吐槽点啊，我的画形啊！我们回去。兄长，先稳固境界吧。好。开！八卦世界，算卦算出一个世界。等等，开辟世界，这不是我之前所说的修炼之法？他们能听到我说话？成了。我的道，兄长的道在推演，与我的不同。世界也是如此，万物皆可推演，万物皆在变化。幸亏我们获得了造化玉蝶碎片，否则还真不知道修炼之路还有另一种走法。是啊，那碎片中的道韵，当真是玄妙。吓我一跳，还以为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呢。金仙之境需要世界圆满，但我的世界总感觉缺了什么。我也感觉到了，金仙想圆满，世界必须圆满。可我的世界，金仙想圆满，当然得世界圆满啊！世界圆满就得道圆满。女娲还好，完成造人应该就差不多了。伏羲可就惨了，河图洛书都不在手上，想圆满难。小妹，你怎么了？造人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小妹，你去哪儿？造人。等等，造人？第一站，9天之上。9天熙然，来。女娲，她来做什么？帝俊道友，太一道友，无需要星河精碎。星河精碎。对，请二位道友帮忙凝聚。女娲道友要此物做甚？造人。不懂。但女娲道友开口，帮。给。多谢二位道友。造人，何意？不知道，但女娲道友如今连道祖都要喊一声道友，帮她一把没坏处。不对，按照剧情，不该3次讲道后才造人，现在什么情况？造人？怎么会现在开始？大罗者，纵横过去未来。盘古，有趣，皆无一辅，你可成道。
要死！系统，救命啊！系统提示：临时商城推荐兑换，大道意志临时，售价1500吐槽值，当前吐槽值1500，是否兑换？兑换。女娲今日造人有功，当成圣。他把功德和鸿蒙紫气都给了一件灵宝，那可是鸿蒙紫气成圣之机，疯了！多谢道祖好意，不过无不需要。混账！小妹，大神，你别乱来，这下真捅娄子了。这可是红军。女娲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把鸿蒙紫气交出来。已经给了他。那就把它交出来。不可能。女娲，你以为有造化玉蝶碎片在手，本座就不敢动你？兄长，退后。小妹，退后。完了，这次是真完了。最后一次，交出来！不交。女娲，你的道扰乱天数，道法3000，何来为一？我操，这是要拆服务器啊！不周山塌了，大家一起完蛋！吐槽值加15。你的力量蔓延到了过去，你干涉了因果。这就是神话大罗，天道只管现在，而我存在于每一个时间节点。道祖之力被挡下了，这就是老师和女娲道友的实力吗？这才是真正的道。女娲竟能和道祖分庭抗礼，兄长，他也和我们不是一个层次了。不行，再打下去世界就废了。吐槽值加10。系统，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停下？推荐兑换强制冷静，售价300吐槽值，创造3分钟谈判时间。兑换，立刻！道祖，你奈何不了我，我也奈何不了你。你想怎样？吾觉得应该谈一谈。谈？你的存在就是对天道秩序最大的挑衅。道祖，你想要的无非是一个听话的、能补全人道的人族圣母。那简单，吾给你一个。我本体必誓不出，会有一个新的女娲承接造人功德，成就圣位，如何？本体必誓，分身成圣，补全人道和天道在上，女娲造人有大功德，今以分身顺天应人，成圣位，为造化之主，号娲皇。圣人救了我们。兄长，来我这里。
小妹，你真的要妥协，将自己囚禁于混沌？这不是囚禁，是闭关。你明明已有抗衡道祖的力量。争取时间。时间？神话大罗之路需要时间沉淀才能圆满，红军要彻底合道也需要时间，现在还不是掀桌子的时候。我明白了，小美。这挖皇宫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无聊了。网线没有，外卖没有，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，感觉自己像个坐穿牢底的囚犯。你作弊！人族有意思，女娲成圣。这人族竟成了天地主角的架势。兄长，人族虽弱小，但其气运之盛，不在你我之下。哼，若不加以约束，必成心腹大患。那我们现在就不急，当务之急是整合自己的力量。妖族儿郎们，听令！自盘古开天，万族征伐不休。今日我妖族当立无上天庭，统御洪荒。我为天地帝君，吾弟太一为东皇。妖族立天庭，还想统领洪荒？洪荒大地是父神盘古身躯所化，当由我们掌管。对，不服就是干！打！我早看那两只三足鱼不顺眼了。打是迟早的，但不是现在这么打。那该怎么做？他们立天庭，我们就立地府；他们管天，我们就管地；他们叫妖族，我们就叫巫族。今日我等12祖巫立誓，聚拢父神血脉，立我巫族，以立正道，统运洪荒大地。巫族当立，统御大地。兄长，该你上场了。我明白。签到第108次，吐槽第9999次，我感觉灵魂都已经包浆了。3000年期至，吾将于紫霄宫开讲大道，有缘者皆可来听。来了，红军老儿又开课了，这可是洪荒第2大剧情点啊！吐槽值斩加3尸10，分宝贝。吐槽值已满，是否化形？我操，满了！老子吐槽值终于满了，终于可以兑换了！兑换，立即兑换！这股气息不属于天道。果然到了这一步了吗？大道化形，亘古未有。本座推演过无数种可能，却从未想过会以这种方式，在此时此地。女娲，你在做什么？此次讲道，吾为尔等阐述斩3尸之法。哈哈哈哈！我胡汉三又回来了！不，我江辰终于有身体了！多谢娘娘多年照顾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您座下最靓的仔。哎，有身体了，但还是出不去啊！娘娘这是要把我当稀有物种保护起来吗？咦，你是谁呀？我怎么从没在娲皇宫见过你？
哟，这不是哪吒他前世吗？你好啊，小珠子，不对，灵珠子。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我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前知500年，后知500载，知道你叫灵珠子，有什么稀奇？想不想知道你以后会有多威风？3头6臂，脚踩风火轮，手拿火箭枪，大遍天庭无敌手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当然。唉，你爱什么？江辰哥哥，你叹气我就跟着叹气呗。除了听你讲故事，还是好无聊。娘娘不让我们出去，天天守在这儿，都快闷死了。生命在于运动，世界那么大，我们应该去看看。出去？可是娘娘……怕什么？现在道祖正在紫霄宫讲道，全洪荒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去听课了，外面安全的很，咱们就溜出玩一小会儿，在娘娘发现之前回来。这不好吧？想不想亲眼看看你未来的乾坤圈和混天绫长什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他们现在可能就在金光洞里藏着呢。我们去踩个点，怎么样？好，江辰哥哥，我听你的。跟紧了啊！洪荒大世界，我们来了！等等我！道祖大法果然玄妙，斩除善恶，只我3师，寄托灵宝，便可证得混元道果。师兄，我等成道之机，皆在此法之中。什么狗屁斩3师！要元神，要灵宝！我们巫族天生没有元神，只有肉身，这不就是说我们成不了圣了？道祖偏心，这道就是为有元神的家伙讲的。不能成圣，巫族永远无法真正执掌洪荒，在大劫到来时，甚至没有自保之力。斩3师，天坑，提线木偶。所以说啊，小珠子，红军那个斩3师的法门听起来高大上，其实就是个天坑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斩3师成圣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切掉，你还是完整的你吗？力量是借来的，道也是天道给的。看似成了圣人，其实就是天道的高级打工仔。红军的提线木偶一点自由都没有，low爆了！哇，江辰哥哥，你懂得好多。那不成圣还有别的路吗？那当然，真正的牛人走的都是神话大罗之路，像女娲娘娘那样。神话大罗，一条全新的、不依赖元神、不依赖天道的路，这是巫族的希望吗？这位道友，请留步。江辰哥哥，他是12子屋里的后土。我靠，说人坏话被当场抓包了。哎，这位仙子姐姐，我们就是路过，什么都没听见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告辞。道友，请等一下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想请教您刚才所说的神话大罗之路究竟是什么？神话大罗？我不知道啊，小孩子家的听错了，对吧，小珠子？可是江辰哥哥，你刚才明明说……道友，我乃巫族后土，您所说之事对我巫族关系重大，甚至关乎我族生死存亡。道祖之法为巫族无法修行看到一丝已断，是恳请话让我后土在黑暗中指点迷津，后土感激不尽。别，使不得！你可是未来的地道之主，给我下跪，我怕遭天谴啊！地道之主，道友，你这个劫怕是躲不掉了。斩3师是借法成道，力量源于天道，自身受制于人；而神话大罗是自身演化大道，让概念升华，存在于一切时间空间，自身即是永恒，一正永正，万劫不磨。自身即是永恒，这才是真正的大道，这才是我巫族该走的路。可是，道友，此法听来玄之又玄，重在对大道的自身感悟。我巫族天生没有元神，连斩3术的资格都没有，又如何能踏上这条精神之路？你问到点子上了。谁说没有元神就不能走神话大罗路？神话大罗的核心是什么？是我，是让自己这个概念超脱时间空间，元神也好，肉身也罢，都只是我的载体。女娲娘娘能走通，是因为她是先天神圣，但你们巫族乃盘古精血所化，本身就是最顶级的肉身成道的苗子。你们不需要元神，把肉身、血脉、杀气修炼到极致，以力正道的路走到头，谁说不能凝聚出自己的道来？娘娘既然能开创此法，说不定早就研究过你们巫族怎么走了。真的吗？你直接去问他老人家不就行了？走，别磨叽了。
多谢道友指点，请务必带我去拜见娘娘。嘿嘿，把后土拐回挖有功，这洪荒有的玩了。这就是时光长河，将整个洪荒的过去、现在都囊括其中。厉害吧？这可是娘娘的道场。淡定，基本操作。走吧，进去。是娘娘的气息。这气息，这道运，女娲娘娘要突破了！这就是神话大罗圆满的排场，直接蔓延未来，比大数据还牛逼！江辰哥哥，快看，那是不是我？穿着红肚兜，拿着金色圈圈，在打一条龙。没错，那就是你，威风吧？未来的我，天道在上，今人无后土，感众生无轮回之所，愿以无身化作六道轮回，为天地生灵开辟一再生之所。自此，地道立，轮回出，魂有所归，身化轮回，同时也囚禁了我自己，巫族从此灭亡。这就是我的结局吗？娘娘，巫族困于天道之下，前路已断，族人死伤无数，却不知为何而战。恳请娘娘指点迷津。江辰，你来说说，巫族该走什么路？娘娘，这小子哪懂这个呀？巫族好好的盘古肉身以立正道不走，去走红军的三师之道，那不是自废武功吗？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？后土，你觉得巫族的使命到底是什么？娘娘的意思是，巫族天生地养。你们路不在吾这里，也不在天道那里，在你们自己身上。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既然你们忘了自己从何而来，那吾今日便带你去看看。父神，看看吧。看看你们的道到底在何方？盘古为先天之神，于混沌开辟，披万世之机。作为盘古血脉，尔等觉得需要做什么？需要做什么？父神，小家伙，这个就给你，以后这片天地就靠你们了。父神的斧劈开的是混沌，创造的是生机；父神的身体撑起的是天地，孕育的是万物。父神的路不是争霸，是守护；不是征服，是创造。父神，后土明白了，明白了什么？巫族的路不再争洪荒之主，在守护这片父神用生命换来的大地。回去吧，你族中的兄弟姐妹还在等你。后土，你急匆匆召集大家，所谓何事？我去见了女娲娘娘，询问我们巫族之路。
女娲，昔年与道祖争的那一位。对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带我重回开天之前。开天之前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父神开天之时。怎么可能？开天早已过去数千万元会了。我知道这难以置信，可这是事实。我的确看到了父神，甚至看到了父神开天辟地，生化万物，看到了他用尽一切创造了这个世界。几位兄长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巫族作为父神的血脉，这些年真的做到了父神想要的吗？父神想要的，对，父神想要的是守护这片大地。我们作为父神的血脉，不应该是遵从父神使命吗？这才是我们的道。守护大地，遵从父神使命，守护这片大地，守护父神用生命换来的一切。后土，也许你说的对，可是我们争了这么多年，突然说不争就不争，族人能接受吗？那些死去的兄弟能瞑目吗？正因为他们不能瞑目，我们才要走对的路。争了这么多年，他们为什么死？争到了什么？我不服！凭什么我们要让着妖族？巫族怕过谁？从开天辟地到现在，我们巫族什么时候当过缩头乌龟？不是怕，是选择。父神用命换来的大地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在上面打架的。那你说，妖族打上门来怎么办？站着挨打，让族人用胸膛去挡。我说了，不是不打架，是该打的架打，但打的理由变了，不是为了抢地盘，是为了护家园。妖族赶来，巫族的拳头一样硬。后土说的对，我赞成。后土，也许你是对的，这才是我们巫族存在的意义。从今日起，巫族不再争霸洪荒，我们的职责是守护这片大地。后土妹子，大哥，我还是不服。你可以不服，但巫族的路，投票决定。投票？什么时候巫族靠投票了？我们靠的是拳头，是血性。我祝融不陪你们当缩头乌龟。我也不服，但我不走，我要看着，看你这条路能走多远。后土，你会后悔的。祝融走了，会回来的。正因为他们不能瞑目，我们才要走对的路。争了这么多年，他们为什么死？争到了什么？我不服！凭什么我们要让着妖族？巫族怕过谁？从开天辟地到现在，我们巫族什么时候当过缩头乌龟？不是怕，是选择。父神用命换来的大地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在上面打架的。那你说，妖族打上门来怎么办？站着挨打，让族人用胸膛去挡。我说了，不是不打架，是该打的架打，但打的理由变了，不是为了抢地盘，是为了护家园。妖族赶来，巫族的拳头一样硬。后土说的对，我赞成。后土，也许你是对的，这才是我们巫族存在的意义。从今日起，巫族不再争霸洪荒，我们的职责是守护这片大地。后土妹子，大哥，我还是不服。你可以不服，但巫族的路，投票决定。投票？什么时候巫族靠投票了？我们靠的是拳头，是血性。我祝融不陪你们当缩头乌龟。我也不服，但我不走，我要看着，看你这条路能走多远。后土，你会后悔的。祝融走了，会回来的。1、2、3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宿主改变洪荒行为，巫族命运线变更，奖励吐槽值2000。什么鬼？吐槽值怎么增加了？等等，改变洪荒？我连嘴都没张啊！我操！吐槽值不是靠嘴吐槽，是靠改变剧情。可是我之前应该也没啥改变吧？不对，差点忘了娘娘能够听到我心思。难道之前的吐槽值是我吐槽改变的？啊！什么动静？云尔等立教。吾乃太清，今立人教，教化人族，以太极图、天地玄黄玲珑宝塔镇压气运，人教立。我操！太清成圣了，这么快！吾乃玉清元始，今立阐教，阐述天道，以盘古幡镇压气运，阐教立。吾乃上清通天，
今立截教，为众生截取一线生机，以诛仙四剑、青蒲剑镇压气运。截教立。娘娘，三清立教，剧情即将开始了。还未完。还没完？难道东方气运鼎盛，三清已占先机，西方贫瘠，生灵稀少，再不做点什么，日后连汤都喝不上。师兄，我们也立，总不能让他们把路全堵死。大道3000，凭什么东方独享？恐怕无能，吾等修为不够，单纯立教无法让吾等成圣。师兄，那吾等该怎么办？师弟，吾等修为不够，恐怕只能借着天道一缕债务。债务？师兄，这……吾等别无选择。吾明白了。世间众生皆苦难，吾愿在洪荒世界西方立下极乐世界，为众生求得大解脱。入无极乐者，立万事皆可成佛，心中有佛，皆可解脱。我做佛时，我刹中无地狱恶鬼禽畜，以致酸非蠕动之类。无量量极后，不得此愿，终不作佛。还真是，没想到这两个家伙还真有大魄力，敢向天道贷款如此之大。人教、阐教、截教、西方教，这是五教并立啊！大时代终于来了。江辰哥哥，什么是大时代？就是要打架了，而且不是一般的打架，是那种会把天捅个窟窿的打架。江辰哥哥，那条白色的小龙是什么？好小啊！那是人族，夹在巫族和妖族中间，两头受取，是最危险的位置，可也是最安全的位置。江辰来大殿一趟。是。江辰，你带灵珠子去人族一趟。去人族干什么？五教并立，洪荒气运重分，巫族和妖族的对峙越来越紧张，各自在扩充势力，迟早有一战。而人族恰恰夹在中间，我需要你去守护人族一段时间。那个娘娘，我这个小胳膊小腿，您是认真的吗？那可是妖巫大战，你死不了。娘娘，您别立 flag， 这话一说出来，我总觉得要出事。前世那些说打完这仗就回家结婚的，没一个回来的。一缕造化之气，关键时刻就是可护你周全，保命的。娘娘放心，人族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这就去保命，不是救人要紧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看好他，别让他乱跑。人族地界不比女皇宫，凶险的你放心，我看着江辰哥哥，他要敢乱跑，我把他抓回来。你个小屁孩，娘娘是说让我看好你。娘娘才不是呢。妖族和巫族两尊大神打架，人族就是脚下的蚂蚁，一脚下去连渣都不剩。娘娘这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！江辰哥哥，你在想什么？在想怎么活下来。没事，我保护你。行行行，你保护我。这就是人族，好简陋啊！简陋，但活得挺开心。有时候简单反而是福气。两位可是从天上来的？老人家客气了，我叫江辰，这是灵珠子，奉女娲娘娘之命来人族帮忙。女娲娘娘，造我们的那位女娲娘娘？对，就是女娲娘娘。娘娘还记得我们？娘娘从未忘记人族，一刻都没有。族人们，女娲娘娘派人来了，娘娘没有忘记我们。别跪，别跪，起来说话。我们又不是来收徒弟的，跪什么跪？县长，我们……行了行了，先带我们看看部落吧。敢欺负人族，
问过你灵珠子爷爷没有？仙人好厉害。那当然，以后谁欺负你，报我的名字。江辰仙长，这些日子多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还在茹毛饮血，天天被野兽追着跑，连火都不会用。举手之劳。再说了，你们本来就是女娲娘娘造的，我受娘娘所托，帮你们是应该的。仙长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哦，能否传授人族修炼之法？可以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先生。先容我想一想。修炼之法，教什么好？斩三尸那是天道的科目，谁修谁给天道当韭菜，修到最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。巫族肉身法，人族又没有盘古血脉，学不来。神话大罗太高了，人族连门槛都摸不着。有了，既然没有现成的，我自己创一个。我前世可是看过很多小说，还不行弄不出来一个。江辰哥哥，你行不行啊？男人不能说不行的，懂不懂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天才。男人是什么？去，不求天道，不借外力，以自身为主，以气血为根，以意志为魂，让人族走自己的路。这条路不跪天，不拜地，只信自己。这是修炼之法。我靠，好像玩大了。江辰哥哥小心！这是什么？天怒吗？我操！你疯了！这可是天法，你挡得住？可是，没什么可是，赶紧离开，这下我们麻烦了。变术，挡珠。完蛋，果然被盯上了。变术，又是那个造化玉蝶的碎片在作祟。女娲，你要拦吾？道祖，大道3000，何不是道？女娲，你本体避世之约还要不要？当年在紫霄童中，你可是亲口答应不直接插手洪荒之事，如今你要违约。我本体在蛙皇宫，没出去，出去的是他们那个碎片的化身和我的童儿。时光长河已经蔓延到了未来。道祖，3000年过去，吾已不再是当初初入大罗的吾。时光在变，如意在变。你的时光长河在消耗我的天道之力，这不可能！天道永恒不灭，天地万物皆在时光之中，天道也不例外，没有什么能永恒。道祖，女娲，你的成长确实出乎吾的意料。道祖过奖了，吾只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罢了。今日之事，吾可以不计较。人族的路，只要不触及天道根本，吾亦不会干预。但碎片终究是祸根，你好自为之。祸根吗？倒也未必。神话大罗确实超乎吾之预料。
但这条路终究只有一人能走到底。女娲，你已至顶峰，再难寸进，而吾还有一步可走，只需一个契机。只要无量量劫开启，天道之力必然暴涨，吾便可借势完成河道。届时吾即天道，天道即吾。女娲，你的时光长河再长，也长不过天道永恒。第二次无量量劫也该开始了，人族可不该如今诡计。雾霄争霸，击溃巫族、妖族将成为天地主宰。天道奇迹说，只要汇聚人族之血，可炼制专克巫族的屠巫剑。仙长，你说这才多少年？放在以前，我们连火都不会用，被一只野狼追得满山跑。现在部落里的年轻人一拳能打断时装，根基算是打下了，但这只是开始，人族的路还长着呢。全凭仙长指点。别这么客气。对了，最近部落周围有没有什么异常？说起来，最近山里妖兽确实比以前活跃了不少。前几天还有几只虎妖靠近部落边界，被巡逻的族人赶走了。以前那些妖兽不敢靠近的。戾气比之前重了，这不是好兆头。江辰哥哥，我刚才飞了一圈，方圆千里之内的妖兽全在往这边聚集，像被什么东西赶着一样。被什么东西赶着？灵珠子，你说他们为什么往人族这边赶？不知道啊，按理说人族现在不好惹了，妖兽应该躲着走才对。对，不好惹了。但如果这天地让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呢？这天地，第二次量劫开始了吗？最近妖族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，大量妖兽也开始暴动，方向很明确，全部指向人族部落附近。妖族想动人族，人族是女娲娘娘造的，他们也敢？这恐怕是当初在娘娘那里看到的无量量劫到来了。无量量劫这么快？后土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亲自去人族，妖族想动手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。你这是要公开站在人族那边？对，娘娘给我们巫族指明了道路，我不可能看到人族遭受灾难。共工，你带300巫族儿郎去后土那边，听他调令，若有妖族进犯，直接动手。早就想活动筋骨了。数量不少，正好，我好多天没打架了。后头租屋，妖族办事，巫族也要插手。人族乃女娲娘娘所造，受我巫族庇护。妖族若敢动，巫族便战。后土，今日给你面子，但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他们这就走了？这么怂？不是怂，是在试探。他们在试巫族的底线，下一次就不会只是试探了。兄长，后土亲自带人插手了。金翅大鹏雕传回消息，巫族对人族的庇护态度很坚决。预料之中的是，巫族把自己当成了大地之主，人族住在大地上，他们自然觉得该管。那是否要停止缔造屠巫剑？河图洛书，此物推演天地万物，洞察天道玄机。你来看这365颗主星，每一颗都是古星，每一颗都蕴含着天道之力。若能以这些古星为基，布下一座大阵，星斗之力连成一体，便是圣人也难以攻破。365颗古星，全部连接。对，所以已经不需要悄然间进行，全力行动吧。吩咐下去，尽快炼制出来屠巫剑。兄长，有了此阵，我们的确不需要担心巫族了。可人族终究是女娲娘娘造的，兄长如此光明正大动人族，伏羲那边如何交代？另外还有女娲娘娘那边，这是天地大事，
是天道运转的必然。女娲娘娘若插手，便是违逆天道，她不敢。至于伏羲，道祖已经让他前往天外天一趟。是，兄长。诸位，前些日子妖族来犯的事，大家都听说了。仙长，您放心，有您在，我们不怕。我能教你们修炼，能在关键时候帮你们一把，但真要打起来，我这点本事撑不住大局，所以我们需要联合。联合？跟谁联合？巫族后土，巫族的咒巫，妖族屠戮人族，便是践踏父神所化的大地。巫族愿护人族周全。后土祖巫的话可信。族人们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人族与巫族结盟，同生共死，共御外敌。第一步迈出去了，皇军接下来你该怎样呢？妖巫大战，老子躲了这么久，最终还是站在了战场最前面。后土，交出人族，巫族可退。人族在巫族的土地上，要动人族，先踏过巫族的尸体。既然如此，那吾等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开战吧！战！果然是冲人族来的，藏都不藏了。感动人族，先问你领主怎么建议。周天星斗大阵起！巫族、人族竟然当面！周天星斗大阵。这是周天星斗大阵，怎么会这么快出现？顶住！都给老子顶住！巫族没有跪着死的！周天星斗大阵是天道的杀招，巫族再强也扛不住天道之力。巫族还没有完成12都天，恐怕无法应付。娘娘，你应该会有动作吧？去吧，我的孩子，时光会记住你们的路。这就是大地境，动手！后土祖武，吾等来帮你们。好，三祖，大地境，娘娘直接把三祖拉到大地境了，这什么亲妈待遇？痛快，这才是打架。比干站着挨打强多了。撤退！区区人族也敢挡妖族大事？兄长，周天星斗之力被压制了，人族三祖身上有那一位的气息。这是天道不该如此，吾便助你等一臂之力。多谢道祖。不好，大阵在变强。红军老儿果然出手了，当着全洪荒的面给妖族开挂，道祖的脸都不要了。
龙虎真身，和！少了祝融！哼，说了少了老子不行！祝融大哥，你来的正好。盘古。盘古虚影在消散，祖屋们快撑不住了。妖族那边也是强弩之末，可这一片天地恐怕也快撑不住了。该死，红军难道想毁了这一片天地吗？时机到了。吾乃红军，今日何道？三族之争，祸乱洪荒，罪无可赦。道祖，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吗？我们打了这么久，到头来不过是您棋盘上的棋子。无量谅解已至，妖族为劫起之因，因果已定，何当应劫？吾等复活！巫族引动盘古之力，干扰天道运转，当罚。道祖，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不太懂，但有一句话，巫族认得很清，这片天地是父神开辟的，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来做主了？冥顽不灵！巫族没有跪着死的！女娲娘娘，娘娘来了。他的路已经到了这一步吗？这道气息比上次紫霄宫时强了不知多少，这才是真正的大道。什么天地圣位，不过是枷锁。阿弥陀佛，这场浩劫何时是头？女娲这次出来，怕是要和道祖做过一场了。道祖，上一次在混沌中的话，莫非已经忘了？女娲，三族相争乃天道运转的一部分，无量谅劫自有其规矩。你本体避世之约还要不要？吾还记得约定，本体确实未出挖皇宫。那你现在站在吾面前，又算什么？你现在看到的，是吾的一道化身，借时光长河而来。本体仍在挖皇宫中。化身，神话大罗的手段倒是比吾预想的要高明一些。可吾以何道？别说你区化身，就算本体来了又如何？道祖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。你想合道，便用天道之力抹杀三族，以无量谅劫的煞气来推动自己的路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所谓的天道，当真就是洪荒众生的归宿吗？天道之下，万物有序，三族之争已乱天数，当以结束终结。此乃大道治理，非尔所能改。大道治理，道祖，你已经把自己活成了天道的囚徒，连自己原来的路都忘了。还是娘娘担忧我。江辰，吾有疑问。
娘娘，您说，神话大罗之上是否还真有道路？神话大罗？神话大罗之境是昔年你为吾找的，如今吾神话大罗之路已到尽头，是否还有新路？等等，娘娘，你说神话大罗是我找的，不是造化玉蝶吗？小家伙，你可见过造化玉蝶？好像的确没见过。不对，娘娘，你不会说我是那一块玉蝶吧？你觉得呢？这天地之间，玉蝶为大道所缔造，也只有身为玉蝶碎片的你，才能言出法髓，缔造不属于这个混沌的道。我言出法髓？昔日你曾言道果之境，可否再与吾说说？道果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等等，好像之前确实顺口提过一句。靠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，娘娘居然记得这么清楚。那个道果啊，其实我也就知道个大概，只是一些设定。但说无妨。道果之境，名为作茧成空。作茧成空？对，娘娘你想啊，修炼这条路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一路上都是在做加法，修炼、顿悟、突破、积累法则、凝聚神通，身上的东西越挂越多，路越走越重。哪怕是神话大罗，也是占据更多未来、更久远过去。确实，吾一路走来，开辟世界，掌控时光，凝聚造化之道，每一步都在对。所以当到达神话大罗之时，已经到达极限了。过去全部占据，未来也全部蔓延。想要再进一步，就只能做减法。做减法？对，把身上那些多余的东西全扔掉，什么法则、神通、修为、因果、执念，全部扔掉，扔到什么都不剩，什么都不沾，干干净净。把一切都舍去，那剩下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根据前世说法，这是纪元唯一道果，不可知不可论，真正的超脱之境。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不可知不可论，真正的超脱之境。原来如此。等等，娘娘你这就顿悟了？我就是随口说个概念啊。女娲，你的化身固然强横，但诛鸠不是本体，天道之力源源不绝，你挡不了多久。能挡多久便挡多久。这是女娲娘娘本体的气息，她出瓦神宫了。不对，那道气息和之前完全不同。娘娘，女娲，你竟然将一切都舍弃了！道祖，再来如何？这种层次的对决已经不是我们能插手的了，圣人之下皆为蝼蚁。可如今看来，在神话大罗和天道面前，圣人也未必能站得住脚。原来你我三人在紫霄宫求的那一道鸿蒙紫气，不过是人家棋盘上的一个棋子。这就是神话大罗的真正力量吗？女娲娘娘的道是真正的超脱之路，而我们的圣位不过是天道的一张借条。天道以圣位为饵，让我等为其维持秩序。我们以为得了道，其实是失了道。三清开天辟地，教化众生，到头来竟是一场算计。好一个天道，好一个圣人！既然是天道的傀儡，那就碎了吧。我乃元始，不为圣人。我乃通天，哪怕天道也休想操控我。疯了，都疯了！三清真的碎了圣位，他们选了断路，却走了一条活路。可你我发下48大宏愿，与天道羁绊太深，若是崩散，只怕魂飞魄散，还是怕亿万年苦修付诸东流？师弟，你我立教西方，
为的是什么？为了寻道。可若我们自己都是天道手里的提线木偶，谈何寻道？三清能遂，我等为何不能？做圣人，不做棋子。就是天道，也休想摆布你我。师兄说的对，我等是圣人，不是傀儡。风碎。 48大宏愿，既发便是天道契约。师兄，救我！接引准提，尔等宏愿未了，如何能散？归位。红军，你。 三道碎裂而已，我以为天道自可重修天地。吾以何道自可重修天地？天道不灭，吾便不灭。道祖，你看看他们，你的弟子们宁愿身死道消，也不愿做你的傀儡。 这就是天道想要的吗？他们不懂天道的伟大，不懂秩序的必然。女娲，你也不懂。48宏愿，愿度尽世间苦难，愿为众生铺就一条不借天道、不养圣位的路。今日以我残躯燃尽宏愿，为天道枷锁开一道口子。接引。 你疯了！宏愿一发便是天道契约，你想魂飞魄散吗？天道枷锁未必永恒，今日我燃我道，为后来人开一线生机。师兄说的对，西方教不当天道傀儡，哪怕只剩一缕残魂，也要把这天道枷锁砸碎一条缝。 疯子，一群疯子！三清疯了，你们也疯了！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自由，连1万年苦修都不要了！道祖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天道之下的秩序，逼得自己的弟子们用命去砸碎它。这样的天道，真的值得守护吗？不可能！ 吾收集了1200元会的造化玉蝶，无合道的根基，怎么可能碎？我操！什么情况？别过来！我只是个看戏的，疼，脑子要炸了！这什么玩意儿？那是吾的东西，还给我！道者无形无名，生天行地。今日我燃我道，为后来人开一线生机。 原来如此，我不是带着造化玉蝶碎片穿越，我就是造化玉蝶本身。穿越的不是我，是造化的碎片坠入了另一个世界的意识中。老子就是大道碎片本身，早知道这么牛逼，还苟什么苟？早该站出来装逼的。叮，系统提示：吐槽值已达到临界值，大道本源正在觉醒。盘古开天，分阴阳定五行。 万物由此而生。如今天道偏执，秩序已乱。今日吾以造化之力，重塑天地秩序。住手！那是吾的天道，那是吾的法则，你凭什么改写它？因为你手上那块是碎片，而我是完整的大道本身。凹土，巫族掌地，以盘古血脉镇守大地。 立地府，掌轮回。巫族领命。妖族掌天，重整天界，司掌日月星辰。若有违逆，天地共诛。妖族领命。人族归大地，以血脉为根，以智慧为翼，在这片大地上繁衍生息。木妖人三族各掌其位，互不相犯。人族叩谢大道。红军，你是大道之下的第一缕紫气，
何必把自己活成天道的囚徒？回归吧。哦！娘娘，您找我？江晨，我要走了。走？去哪儿？你之前说的道果之境，我已经摸到了门槛，一步踏出，便是不可知、不可论，一想就错、一说就差的境界。等等，娘娘，你这就摸到门槛了？我才说完没多久啊！你说做茧成空的时候，吾便已经明白了。神话大罗是做加法，把一切能占的都占了；那道果之境便是做减法，把一切能舍的都舍了，舍到什么都不剩，什么都不沾，干干净净，便是道果。你看，那里就是吾要去的地方。娘娘，您这么一说，我怎么感觉您在立 flag 啊？洪荒的一大堆麻烦才刚解决，您就要撂挑子跑路，这也太不负责了吧？洪荒有你在，吾放心。混沌之外还有无数世界，无量量劫无法避免，但若能有足够多的力量，或许可以撑开一条活路。混沌之外还有无数世界。什么动静？不是吧？另一个世界，这么快？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好消息！我们的探子在混沌边缘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新世界有多大？资源如何？那个父亲，那个世界的法制与我们不同，恐怕会有未知风险。风险？奥林匹斯什么时候怕过风险？赫拉，你说呢？新世界意味着新的信仰、新的力量、新的神格。奥林匹斯若能吞下那个世界，别说诸神黄昏，我们甚至能跃升到更高的层次。父亲，让我去探查，我的战车能穿越任何边界。阿波罗，你那战车太招摇了，让我去，我无声无息，来去如风。不用探查了，奥林匹斯12诸神全军出击，拿下那个世界，让那片天空下的所有生灵都跪伏在奥林匹巴斯的荣光之下。众神备战，为了奥林帕斯，为了新世界。新世界。新世界是怎样的世界？